7把关。7把关。等一下，几位早啊。7把关早。紧赶慢赶，我今天总算没迟到。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，你迟什么到？张天翼的意思是不能让你每天都打扫卫生。我们3个昨天打赌，今天一定要比你早到。是吗？那可不一定。谁最后到办公室，谁打扫卫生。没多大事儿，签个字就能走，非得闹这么长时间。跟他一起的那几个人都承认了赌博，就老太太死活不认。你看，都到派出所了，态度还这么不好。回去跟老太太说清楚，我们教育啊也得有个结果。知道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啊，都可以走了。王老师，走吧。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变这样了，崔律师，你就告诉我，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我给你指的阳关道，你非得走独木桥。打麻将赌博，出这主意的一定是个高手。合同里有约定，你是承租方，房屋内出现任何违法活动，你有管理责任。人家租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或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崔律师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钓虾、烤虾、吃虾。黄沉香的事儿办干净了吗？再想干净，就只能让这老太太归西了。办事那2个人呢？吃饱了，就飞走了呗。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再闻这虾味儿，我都要变成海鲜了。有个叫麒麟的法官一直在找你，我估计公安局那边你也挂号了。再闻一阵子吧，就当修身养性。崔天成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律师，只有你能想得出买卖不破租赁这馊主意。我们啊，差点栽在你的手里。不过还好，除了你呢，青冈市又多了第2个聪明的律师，他叫穆子峰。我知道是你教出来的。青出于蓝，胜于蓝。他跟我说了，你涉嫌教唆委托人造假，如果查实，你起码得吊销律师执照吧？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，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1次，你就是在向我公开挑战。你去打听打听，我李博是什么人。崔店长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不香吗？
这件事我给你记下来。秦女士，这件事情我退出了，合作终止，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奶奶，搬家的车一会儿就来。以后咱就不住在这儿了，就让我多看2眼吧。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，我好长时间都没见过你爸你妈了。其实租房住也挺好的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，多幸福啊！啊！奶奶，我就是个不孝子孙，都是我惹的祸。秦总说，您这事儿可能也是因为我才受的牵连。这些都不提了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信他那20年的假合同，信他好心让我把手艺发扬光大，他就知道我打心眼里就不想离开这儿啊。没事儿，我现在都想开了。既然这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，咱就得搬走，不能赖着。你奶奶我这身体还行，以后咱俩谁也不许笑话谁啊，都是进过局子的人。奶奶，哎，王副院长，赵厅长，既然麒麟把他最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执行局，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他个人的意见。唐院长，要说麒麟投的这一票，周磊没有搞小动作，打死我都不信。马院，天地良心，你这冤枉死我了呀！啊，您对我有埋怨，我理解啊。说我搞小动作，我不可能啊！青年法官轮岗制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执行局目前的困难啊！麒麟法官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吧？啊，马院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表个态，我周磊3年不评先进。反正我也没想着往上提吧，我让行吗？评不评先进也不是你说了算啊！你先坐下。你也不用耍滑头，你不评先进，也不见得就是赵廷评先进，别玩这虚的。这怎么是虚的呢？我真诚的啊，向马院长表示感谢。不是马院，说句心里话啊，当初麒麟到我们局，哎呀，我是嘴上不说，我这心里是真打鼓啊。你们都说他优秀，他毕竟年轻啊，那谁能想到，来了一个人，盘活一个庭啊！真不愧是马院培养出来的好兵啊，也不愧是咱刑庭3年结案率第1的王牌啊！真的，我们执行局啊，特别需要马院的支持，特别需要马院培养出来的好兵。用不着你在这儿给我戴高帽子，你能不能坐下？我只是在谈工作，他激动了。唐院长，这麒麟都留下，轮岗制还搞不搞？这第1轮就卡住了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这轮岗制当然要搞下去。但是不管是活水还是流水，到了执行局就变成死水了，去一个留一个，那刑庭、民庭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啊？马院，咱法院可不能分家呀！啊，这民庭
刑庭，还有我们执行局，咱们是一家人呐！啊！我个人觉得啊，只要是好的法官，到哪里都能干得好。那我们执行局的法官到了刑庭，一样干得不差啊！等到哪一天啊，大家需要轮岗支援，我们执行局的年轻人一个个的真是好啊！你们想要谁点谁。你也别得了便宜卖乖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提2个要求。第一，麒麟这种情况下不为例，轮岗就得是轮岗。没问题，下不为例。第二呢，就是原本民医庭的刘伟法官第2个轮岗，但鉴于麒麟不是留下了吗？民医庭的张庭长也跟我反映说，今年的工作忙不过来，希望轮岗制暂缓执行。也就是说，这半年内，刘伟法官不用去执行儿庭了。哎呀，这报复太明显了。马院，你不是这么小的格局的人呐！啊！哎，这刘伟法官呀，是我们急需的新鲜血液。哎，我们现在执结率马上要翻番了，你看我一眼。马院，您不能说不给我们打气，你还给我们泄气呀？哎，怎么全部都是你们？青岛法院就剩了执行局一家了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以后就别在这儿开会了，咱们就去执行局开不就行了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周磊，我马文俊格局本来就不大，你轮岗轮的都是我分管部门的人，你跟我谈什么格局？手心手背全是肉啊！您不能说您不分管我们执行局就不疼我们呐，一家人。行了，刘伟法官轮岗延期半年，周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散会。我们这事还可以再聊聊啊！别坐着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说2句话。哎，你坐着。路指向远方，带着无穷的希望，心也被激荡，梦想张开翅膀，纵然会失意彷徨，也会跌倒受伤，路始终在脚下，让人充满力量。路是回家的方向，梦想被小心珍藏，路定格远方，不再是想象。纵然会委屈悲伤，也有惊涛骇浪，路延伸了希望，承载了理想。名誉侵权案呢？为了减肥争执，要求道歉，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等着我们执行的案件积压了一大堆呢，这事儿先缓缓行不行？我一猜你们就是这种态度，所以把你们俩特意叫过来嘛。啊，你们不要小看这起名誉侵权案，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社会的严重隐患，后果相当严重的。当事人自杀了？自杀没有。情况是这样的，王有志的母亲说呢，判决生效之后，王有志啊就把自己关到屋里边了，也不出门，就等着道歉。可是1个多月呀，就这么等着。他妈妈就觉得情况不太对了，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，结果确诊是抑郁症。当妈的能不着急吗？就到法院信访，要求你们尽快执行。哎呀，这减肥这件事情啊，在当今社会，
真的是很普遍。那你们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就不相信，你们就没见过减肥班的各种招牌吗？啊，有的人贩卖身材焦虑，有的人呢，兜售假课假药。你即便是好的教练、好的学员，你在减肥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。所以，你们不要以为为申请人追回钱财才是有成绩的，有的时候为申请人讨回名誉尊严，比追回钱财更为重要。以后像王有志这样的民意侵权案呢，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你们这些年轻法官呀，要与时俱进。要么说你是局长，就是比我们站得高，看得远。在全国同等规模的城市中，像我们青港这样，在城市中心区域还存在城中村这样的情况，那是凤毛麟角。这次晨光广场项目再次启动，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下了大决心的。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，失败2次不可怕，只要我们总结经验，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吧。我在市委是立过军令状的，只要我们做的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，依法合规，哪怕是得罪一些人，晨光广场项目也要放开手脚去干。晨光广场项目难在哪儿啊？难就难在拆迁，像那些私搭乱建的、重复登记的、违规户口回迁的，要严肃处理；对那些以拆谋私、以耗谋利的行为，更是要坚决打击。耗到最后的，反而比那些积极配合的能得到更多的拆迁款，这不行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这样做只会极大的伤害到那些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的人民群众。今天我们在这儿开这个政法口的项目协调会，就是要为这个万众瞩目的民生项目保驾护航。当然，我要强调，要坚决地杜绝暴力拆迁事情的发生，这个是红线。最后，我要提醒各位，项目开发利益多，诱惑大，咱们每一位干部都要把自己管好，要防微杜渐，千万不要一个项目立起来，一群干部倒下去。我们要守住底线。你们要记住，人民群众在时时刻刻盯着你们，纪委也在时时刻刻盯着你们。健身教练名誉权案，申请人王有志，被执行人钟情。钟情是大山山羊健身工作室的首席教练，于今年1月和申请人王有志签订减肥合同。按照合同的约定，钟情会帮助王有志在2个月内减肥30斤，前提是王有志需要严格按照约定进食和锻炼。最终，王有志减肥失败了。王有志认为钟情违约，钟情却把王有志偷偷加餐、违约进食的视频发到了网上。短时间内，王有志在网上受到了围攻、谩骂、指责，也就是网暴。这给王有志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痛苦。王有志一气之下，也把钟情暴力减肥的视频发到了网上。现在经民2庭的审理判决，被执行人应向申请人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，并公开赔礼道歉。被执行人钟情明确表示拒绝执行。暴力减肥，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怎么暴力？打人吗？打还能把人打瘦啊？大家请看视频。王有志，才15秒就不行了？按说不应该呀，输不
不是每天都趴着吗？你别告诉我你一猪精转世，连活猪都不如啊！你看什么看？我说错了吗？哎，你看看你那肚子，哎，你说我从你肚子上割块肉，我再练练油，是不是一点瘦肉星见不着啊？哎，你说你这一身肉拿去练猪油，怎么着都得200斤吧？这能行吗？笨猪！哎，王有志，你说你一顿能血3碗猪脚饭，怎么这走路爬山比猪都慢啊？不是说吃什么补什么吗？你吃的是猪脑吧？你要还想当一头猪啊，你就接着吃。你改姓朱吧，叫朱有志，不看合适。看我干嘛？使劲蹬啊！朱有志，甩不动就别甩了。身子抖，肚子也抖，看得我直恶心。就你这样，你还想找女朋友啊？你也配？你告诉我啊，哪个女孩不愿意嫁给一头猪呢？哎，不过我听说啊，有人把小香猪当宠物养，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把大肥猪当宠物养。不然这样子，你就加油努力，争取做一只宠物猪。这教练这嘴也太损了吧！这根本就是人身攻击。一个女的，张嘴闭嘴说人是猪，太过分了吧？你还别说，这得有200多斤吧？但是，钟情和王有志合同里可是有约定的，他是可以用过激的语言去刺激减肥学员的，但是没有约定刺激到什么程度，他是考虑过风险的，所以为了避免后续的问题发生，他在跟所有学员签合同的时候是录制了视频的，请看。这里是3份言语刺激等级说明，一共有3个等级，您得选一下。不用选，张教练，我就选最严格的。啊，最严格的的确需要相当的心理承受力，您还是仔细看一下。钟教练，我有心理承受能力。你看我这大肚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。什么难听您就说什么，我呀最爱听你骂人。那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签约。签。这里一共有2份，签到最后1页。好。情况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一个案子来执行？现在这种名誉纠纷越来越多，说明老百姓自我尊重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，而且大家学会了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，这很有普遍性。如果我们执行的好，就能举一反三。麒麟，那这个案子还是你来。收到。那就还是严安阳配合，先约谈王有志。散会。等。情况，咱能不能换个人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挺了解情况的吗？不是，我就一提减肥这个事儿吧，我就浑身难受。我的人生信条是唯美食不可辜负。一说减肥，整个人心理生理都挺脆弱的。脆弱吗？脆弱呀。那就你了。副团长，请法官啊。王有志你好，我是执行2庭的法官，我叫麒麟。今天呢，就你的案子，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。好。
可以吗？原则上我们这里不可以吃东西。说我饿。天嘉，给他倒杯水。我肚子饿了。来，谢谢。王有志，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，除了法院判决的2万块钱赔偿金之外，你对钟情教练的赔礼道歉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？道歉就道歉啊，我应该说的很清楚了，在网络上公开道歉，还有他那个公众号、微博，都得给我关1个礼拜，少一下都不行。你吃慢点，别呛着。这个赔偿金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钟情教练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语言行为呢有一些适当，但是这个公开道歉啊，能不能就算了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你说我们也不可能说逼着被执行人去说对不起啊。我觉得吧，钟情愿意赔偿，这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。你呢，可不可以也退一步，双方达成和解？和解？门儿都没有！我说的是钱吗？啊，我觉得是尊重，是他真心实意的忏悔。我妈可带我去医院看过了，我有病，人家医生都说了，让我勇敢的诉说自己的诉求。我这才足够鼓起勇气，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渴望。法官，我不要钱，我就要道歉。他要不道歉，我绝不答应。姐，你这么急找我回来，是要商量什么事儿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急死我了。我想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啊？青冈水太深了，我承认我斗不过那个陈启文。姐，你就是太好胜了。这女人嘛，斗得赢过，斗不赢那也得过呀。董明跑了，我不也没自杀吗？还是你劝我留下来的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个陈启伦他能是如来佛祖？咱们还逃不过他手掌心了。我要是孙悟空，没准还能和他斗一斗。原本回到青冈，我还觉得自己关系够硬，但现在才发现，我能力太有限了。姐，其实，胜者亡，败者寇，我倒是无所谓。姐就是觉得对不住你，说好了要带你翻身过好日子，怕是要食言了。姐，你可不能泄气啊！你从来都是不服输的。是，前一阵子是不太顺，可我就不信了，所有的路都能被堵死了吗？你肯定有办法的，我相信你。办法不是没有，但我不想你陷得太深。什么你呀我呀的，姐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说，什么办法？你认真的？我发誓。
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哪位是钟情教练？钟情教练是在那边。黄红色衣服那位吗？对，谢谢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是钟情教练吗？我是。我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麒麟。对不起啊，我还在上课，麻烦二位去休息室等我一下。行。你好，钟长我。这得60块钱了，这10块钱才有。非常好。你说这钟情教练能把这抬起来吗？肯定不可能。你要我说啊，他主要拿这玩意儿就是吓唬人的。我看他单手就能抬起来。走了。今天做的这么好，那咱们再加一组。啊？哇，钟教练，法官好，请问找我什么事儿？坐下说。钟教练，我们是为了王有志的案子来的。法院现在判决你向王有志道歉，我们想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履行？我不打算履行。你应该尊重判决。王有志放弃减肥呢，我也很遗憾。齐法官，你可以上网看看，我们是有公众号也有学员群的。我这儿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健身房，但是每一个学员我都1对1在带，只要遵守合同，就没有减不下来的肥。王有志呢，他倒好，他自己放弃不说，他还往上泼脏水，他是想干什么呀？他就是毁我名声，逼我关店啊！现在还让我道歉，我都怀疑他是同行派来的卧底。法官，麻烦您转告他，钱我可以赔，道歉啊，想都别想。钟教练，你别激动啊。我看你刚才在辅导那个学员的时候，这态度挺好的呀，怎么到了王有志这儿，就像变了一个人呢？法官，我们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他觉得他自己意志力薄弱，他选择了最严厉的激励方式，我没有违约。你们虽然有约定啊，但是呢，什么是最严厉的激励方式？语言可以恶毒到什么程度？涉及到人身攻击有没有底线？这些呢都没有具体的约定，所以你们之间呢，在认识上有着巨大的分歧。他的视频被发到网上，给他的名誉啊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从结果上来看，你的这种方式呢，也确确实实给他造成了一些心理问题。据他母亲说，他现在已经不怎么出门了，去医院看过医生，确诊了是抑郁症。我想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抑郁出点什么事儿吧？我是说，你能不能退一步？毕竟对于你来说，跟他道个歉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？齐法官，你知道青港有多少健身房吗？12家。那你知道10年前有多少家吗？这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295家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样活下来的吗？你知道我为这个店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把道歉视频挂到网上1个月，你们有考虑过是什么后果吗？那我这店还开不开？我就臭了，你明白吗？他抑郁，他出事儿。可是法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会抑郁的，我也指不定干出来什么事儿。老岳，你找我啊？啊，周磊，坐。市里啊，给我下达任务了，为了保障城关广场项目拆迁腾退工作的顺利推进，政法委联合公检法成立了降妖小组，法院系统由我来负责，所以你们执行局目前的工作重点可能要往这边转一转。没问题呀，您下指示我们执行啊。你别不当回事儿啊！虽然我不分管执行工作，但组织人事还是由我管的，所以你得
服从命令，听指挥啊！放心吧。我说真的，你真得重视。我重视。昌盛村为什么2次都拆迁不动？那些人的斗争经验太丰富了，那狡猾的狐狸是一大堆。这回可是看你们是不是好猎手的时候了。马院，我们执行局全是好猎手啊，您得放心啊。我们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的。那就成。你还有事儿？马院，我还是那件事儿，我们现在执行局的人忙的呀，这一个人长4只手都忙不过来，这能不能让民一庭的刘伟法官这提前2个月啊过来轮岗？别半年了，你这得寸进尺了，少跟我讨价还价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马院，各退一步，提前1个月到岗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，你喂，你好，周末有空吗？什么事儿？周末我过生日，我想邀请你来聚一聚。你生日啊？你早忘了吧？最近工作特别忙，我去不了了。提前祝你生日快乐。要没别的事儿，我先挂了。这一大堆事儿呢。哎，等等。其实过生日就是个借口。我准备离开青港了，就想走之前再和你见一面。我会把地址发给你，我等你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大志，这是大志为爱减肥的第3天。各位，6个汉堡，这是6个汉堡，已经吃完了4个。大志常立志，认为自己只要锻炼，吃多少都能减肥。但是大志没想到的是，他体内的猪精一直蚕食着他的灵魂。时间快到了，下一堂课又要开始了。但此时在大志的心里却只想喝可乐。各位，6罐可乐，这是6罐可乐。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气喝光。看着吧，他体内的猪精就要觉醒了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到了吧？钟情他太欺负人了，我还要告他，我要让他把当天声明再往外挂1个月，1个月。这视频是钟情发到网上去的吗？我打电话核实过了，钟情说不是他发的，他猜测应该是之前他帮助减肥成功的某个学员为他打抱不平，才发出来的。他也是今天才看见。他是胡说八道，谎话连篇的。就算不是他亲手做的，也是他背后指使的，太卑鄙了。先别激动啊，我问你啊，这视频里的为爱减肥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我的隐私，他是在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呐。难道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？啊！我不想活了。王有志的女朋友叫董思婷，据她说，王有志的家庭条件不错，大学毕业之后，他找工作不太顺利，人也不思进取，一直待在家里，整天就是暴饮暴食，体重猛增。为此，董思婷跟他大吵过几次架，最终导致俩人分手。董思婷还说，分手后没有多久，王有志就去了钟情的减肥训练班，他还给董思婷打过一个电话，说自己一定努力减肥，等瘦下来就去找工作，希望董思婷能再给他一个机会。
杨洋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啊，肯定没错，135他准来啊。钟教练，法官，你好。跟我吧。钟教练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如果是视频的事儿的话，那就不用了，没必要。我说过了，不是我做的。你误会了，我要跟你聊的不是视频的事儿。我相信那个视频肯定不是你发的，但是呢，你训练王有志的方式啊，我认为确实是有点问题。少说话，注意节奏。我怕你啊，话没说完就跟不上了。